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有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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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都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 get 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cois。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伯钧，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题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妖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 我最近一直在想啊，人类真的很有事诶，全世界明明有那么多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啊、宗教，但为何大家偏偏都不约而同的非要把神想象成人的样子？这很不合理诶。说到底，我们所谓的神明会不会只是人类超级自恋的投射而已啊？小蛙，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这其实触及了我们对更高存在想象的极限。好像我们的科技再怎么进步，我们对那个更高存在的想象，最终似乎还是会回到一个有着类人类情感、可以沟通的形象上。对啊，就是那种会生气、会开心，还需要我们这些凡人去讨好、去拜拜的人形神。说真的，如果宇宙中真的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或者是法则，像物理定律那样，那我完全可以买单。但要我相信一个坐在白云顶端等着吃贡品的老头子，这根本就在闹吧，太不科学了。你的这种内心独白其实是非常经典的理性批判，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我记得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 Xenophanes of Colophon 他就给出过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他说，如果牛、马或狮子有手，能像我们一样作画，那么马画出来的神就会是马的样子。那牛画出来的神就是牛的样子，这句话超杀诶。也就是说，我们把神画成人，根本不是因为神长那样，纯粹就是人类中心的傲慢投射。那就是我说的呀，超级自恋嘛，集体超级自恋嘛，把自己当作宇宙的统一标准。是的，傲慢投射，这算是哲学上最早也最有力的一集，而在现代心理学里也有类似的印证。小蛙，你听过20世纪行为心理学家 Boris Frederick Skinner 的鸽子实验吗？哦，我知道，迷信的鸽子。Skinner 把一只饥饿的鸽子关在箱子里，箱子里有一个投食的机器，机器被设定成不管鸽子做什么，每隔15秒就会自动掉食物。 I know that。结果这些鸽子就开始产生奇妙行为了，对吧？比方说，刚好在食物掉下来的那个瞬间，鸽子 A 正在逆时针转圈，它就会建立一个连结啊，原来是因为我转圈，所以上帝才给我食物。于是它就开始疯狂转圈。没错，鸽子 B 可能刚好用头撞了一下墙壁，它就发展出不断撞墙的仪式。他们各自发明了一套祈祷仪式，深信是自己的行为感动了上天，才换来了奖赏。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人类啊！这跟我那些每次看球赛都坚持要穿同一件幸运球衣的朋友有什么两样？看来我们都只是那只迷信的鸽子。所谓的宗教信仰，无非就是在面对充满随机性的世界时，大脑为了寻找控制感所做出的一种非理性的自我安慰建构，就跟鸽子一样。建立连结是生物对抗虚无的本能。Frank， 一般来说 Xenophanes 的哲学加上 Skinner 的心理学，这两把倚天剑和屠龙刀已经足够把人格化的神给彻底刺死。我们可以拍板确定，没错，人格化的神源自于人类的自恋和理性的匮乏。结案 ，But it's not today。Mr. Wa， 我想带你再往前一步，我们一起探索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非但不是心智的弱点，而是揭示了所有生物最深刻、最底层的生存本能呢？等等，所长，你这是要帮那群宗教狂热鸽子平反吗？
连建立连结是生物对抗虚无的本能，这么完美的结论你都想推翻？难道你要告诉我，鸽子的转圈、撞墙都不是愚蠢，而是一种最深刻、最底层 survival strategy？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演化心理学里的一个核心概念，叫做能动性侦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会在混乱、随机的信息中去找到主导者或者是意图。寻找意图，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喜欢在墙壁的斑驳或者是一片烤焦的吐司上自动辨识出人脸吗？是的，想象一下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走在晚上暗巷里，或者是草原上，听到草丛里传来沙沙声。如果他很理性的想，9成9是风吹的吧？结果里面躲着一只剑齿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9成9风吹理论家的理性基因就此中断，传不下去。没错，所以如果他的第一反应是有危险，然后拔腿就跑，就算100次里面有99只是风，只要有1次真的是掠食者，这个简单的机制就能救他一命。演化把我们大脑这个警报器的灵敏度调得非常高，在我们有意识的去思考之前，就瞬间启动，而这个警报器就叫做杏仁壳。宁可错杀100，不可放过一个。这机制大幅提高生存几率，但这跟我们把神想象成人有什么关系？我们试着把这个尺度拉到最大来看看。当我们把这个本能从面对一小片草丛放大到面对整个浩瀚、冰冷、看似毫无道理的宇宙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大脑同样会本能的、不由自主的去找到这一切背后的主导者与意图。寻找一位人格化的神，其实是我们应对宇宙这个终极大草丛的生存本能。哇！所以我们会忍不住问，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它的目的是什么？关于我们人类认知的极限，就像蚂蚁无法理解微积分一样，人类也无法直接理解那股浩瀚无形的泛、道或宇宙能量或其他什么。我们的心智器官是被演化用来在地球上躲避狮子、寻找果实的，并不是被设计来直接理解宇宙终极真相的，所以也很难轻易的去理解黑洞的奇异点，或是量子力学的叠加态。确实，有些东西对我们在草原上的生存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被迫去面对宇宙那种巨大、没有人格、纯粹的物理规律，人类大脑会直接宕机、崩溃，陷入彻底的虚无和存在焦虑之中。你会感到彻底的迷失和无力，就像被丢进一个充满无穷无尽、杂乱无章程式码的房间，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互动。所以，最核心的比喻终于要登场了。人格化的神，其实是宇宙为了与我们这些心智有限的渺小人类沟通所设计出来的使用者界面。Wait a minute, user interface？ 就像我们电脑或手机荧幕上的 icon 那样？没错。桌面上的垃圾桶图标本身并不是删除档案的复杂程式码，它只是一个视觉化的代表。我们不需要懂 C++ 或 Python， 我们只需要把档案拖到那个图标上就能删除档案。图标就是工程师为了方便我们，把复杂的底层逻辑简化成了一个直观的操作界面。我明白了。套用到神的议题上来说，那个像人一样有情感、会沟通，我们可以向他祈祷的神，他本身可能并不是宇宙终极真相的本体。小蛙，你完全懂了。它可能只是那个浩瀚超越性、我们无法直接理解的力量，为了让我们能够感知并建立关系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窗口。如果那个力量不穿上一个人格的皮囊，我们的心智根本就无从感知，更不用说互动了，会直接宕机。等等，把神比喻成电脑界面，这听起来会不会太功能性、太冷冰冰了？好像把一个很神圣、温婉的信仰结构成了，只不过是在操作系统而已。我用这个比喻，只是为了在理性的层面上先建立一座桥梁，让我们理解人格化在功能上的必要性。一个会对我们微笑、会聆听我们祷告的神，就像是电脑荧幕上那个友善图标，让冰冷巨大的系统、复杂的程式码变得可以亲近。哇哦，
这个观点真的很有颠覆性。所以承认我们需要一个像人的神，非但不是一件愚昧的事，反而是一种诚实的面对我们生而为人的根本局限。认知上的诚实，是的。就像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仪器的极限在哪里，这等于是重新定义了愚昧。过去我们认为相信人格神是愚昧，但现在坚持认为自己能直接理解宇宙本体，而不需要任何界面，可能才是另一种层次的傲慢。这为那些超越理性的直觉、情感和信仰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聊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要进入最后那个最深刻的观点了。跳出功能性的界面比喻后，这或许是宇宙极致的慈悲。当然，当我们从功能性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触碰到灵性的层面。你想象一下，那个不可名状、无法演说的伟大存在，那个道可道、非常道的本体，它是如此浩瀚，而我们是如此渺小。按照常理，我们和它之间是没有任何沟通可能的。就像我们人类跟蚂蚁，不，就像人类跟孢子或病毒一样。但是，如果这个伟大的存在竟然愿意为了让我们能够感知它、亲近它、感受到它的爱和同在，而主动弯下腰来，把自己变成一个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对话，甚至能够在想象中拥抱的样子，这是一种多么温柔的善意。我得承认，所长，这真的完全改变了整个故事的画风。原本 Xenophans 的版本是我们出于自恋把神拉下来变成我们的样子，但是现在这个故事变成了是那个伟大的存在出于慈悲主动走下来成为了我们的样子。完全正确。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投射，另一个是来自更高层次的充满温度的沟通善意。这个视角将神人同行彻底升华了，它再也不是我们大脑的 bug， 而是宇宙的一个 feature， 一个充满爱的 feature。好的，我们今天的讨论从一个非常理性的批判开始，走到了一个充满灵性温度的结尾。从 Xenophans 和 Skinner 的非理性产物，翻转到演化上的能动性侦测本能，再到必要的心智界面，最终诠释为一种宇宙的慈悲。在结束之前，我想留给小蛙和各位乡亲一个问题。来了，所长的大灾问要来了。既然人格化的神是宇宙为了跟我们沟通的软体界面，那我们常常带在身上的护身符，摆在桌上的开运好物，或者去庙里求来的签诗，会不会就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用来外接宇宙能量的 USB 移动硬碟呢？现在不妨看看你身边那个让你觉得最安心的开运好物，看着它，问问自己，当你把它带在身上的时候，你最想从宇宙这个巨大伺服器下载什么样的能量到自己身上呢？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 Aka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燃起整个八公 ，Oh my God，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伊卡莎，为您播报2026年5月17号到5月23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随着初夏的脚步越来越近，在这周的5月21号，我们会迎来一个非常温柔的节气，叫做小满。这代表着大地上的农作物已经开始结穗，有了一点点饱满的感觉。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1周，灵数是3。上周新月播下的种子，现在正在发芽成长哦。小满加上灵数3，这是一个充满着交流、喜悦，而且知足常乐的温馨时刻。这周的大环境氛围不再像前阵子那么紧绷，宇宙在提醒我们，不需要追求100%的完美。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满足，就能感受到最大的幸福。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奶油色。
配合这周的小满与灵数3那种微甜愉悦的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温柔与亲和力的奶油色。这是一个属于中平的安稳运势。奶油色的专属诗签说：柔光暖日天祥瑞，步步安然少忧惊，随遇而安知足乐，福来无尽似春风。这简直跟小满的节气完美共振呀！伊卡莎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的你不需要去强求什么大突破，请带着奶油般滑顺温柔的心情，随遇而安。这是一个超级适合增进人际关系的好时机。多给身边的人一个微笑，你的福气就会像春风一样源源不绝哦。那么本周的师婆12伐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兽是白鹤的无声师婆，你的灵感涌现，而且桃花朵朵开哦。中货别闷在家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热闹的地方走走，会遇到很棒的新朋友。灵兽是狮子的大天师婆，你的社交圈超级活跃，简直是人气王。多去参加群体聚会或网络社团，这周的朋友们就是你最强大的超级贵人。灵兽是大象的喜乐师婆，请把重心放在重要的合作伙伴或是另一半身上。周末安排个1对1的浪漫大餐，或是找闺蜜喝个下午茶，会让你们的感情大升温。灵兽是鲤鱼的福气师婆，这周你的关注点会慢慢回到自己的荷包与生活品质上，去吃顿有质感的早午餐，花点小钱买个让自己开心的质感好物吧。灵兽是孔雀的清景师婆，你的直觉超级敏锐，能看透很多隐藏的细节。这周很适合重新检视投资理财计划，会有意外的灵感与收获哦。灵兽是角鸮的三木师婆，你想飞的心是不是蠢蠢欲动了呢？赶快去订下一趟旅行的车票或是住宿吧，去接触一些不同国家的文化，会让你眼界大开。灵兽是野狼的暴风师婆，你的沟通交流超级频繁，是个大忙人呢。这周非常适合安排几趟轻松的短途小旅行，四处走走看看，会让你的心情大好。灵兽是黑犬的恐怖师婆，这是一个适合好好整顿生活常规的一周，买些保健食品照顾身体，或是把办公室整理得干干净净，工作效率会大幅提升哦。灵兽是流牛的受主师婆，你在职场上的能见度大增，长官们对你可是赞誉有加哦，请大方展现你的专业，现在正是你建立好名声的最佳时刻。灵兽是山羊的山主师婆，宇宙想要请你先按下暂停键，这周的你稍微有一点累，多给自己一点睡觉和独处的时间，好好帮自己的心灵充电吧。灵兽是乌鸦的始祖师婆，你的专属主场正式到来了，整个人活力满满，气场超强，去换个新发型或新造型，大方迎接这波属于你的好运吧。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师婆，这周请把注意力拉回温暖的家，帮家里换个舒服的奶油色抱枕，或是多花点时间陪陪家人，会给你带来最大的安全感。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周。我是伊卡莎，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灵感派。